我们现在抵达了成田国际机场，东京哦。如果您也想来一场与众不同的旅程，邀请您安排一场富士山的露营，除了可以陶冶一下身心灵，还有令人羡慕的打卡拍照点。有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则留言哦。我到了东京了哈。那这次来东京，除了来看房子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去找店面。如果有在我们群组里面的人就知道，我跟朋友会在东京这边开一个租车公司、租赁公司，然后服务一些台湾来的旅客。那今天来就是要去看一块地，就是一个店面，看适不适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好几个，但是就不太适合。那这一次又看到一个新的，特别过来要看一下这个地方适不适合。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来日本租过车，租车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啦。但是就是如果你遇到你不会讲日文，然后又遇到一些纠纷，比如说发生一些交通的违规，或者是罚款，或者是遇到一些纠纷比如说发生车祸，甚至是撞到人，那这时候你不会日文就很麻烦。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公司，他会帮你协助这一块，然后又会讲中文，那最重要是台湾人的公司，这样子你比较安心，对我们外国尤其是讲中文的人来讲比较安心。所以我因缘际会，就朋友刚好他在东京这边开物流公司，反正就是有一个故事，到时候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总之呢，就是他想开租赁公司、租车公司，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就想刚好可以，所以之后除了来日本开箱房子，还可以来开箱车子，因为我们公司可能未来会有很多车子。好，那今天就是要去看那个店面适不适合。那等一下我朋友会来接我。您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又不想闲置在那边缴交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基礼金，这时候您可以考虑日本的一户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以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又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又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欢迎一起来日本大赚观光财，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到了，那我上车了。这是我的朋友，叫藤原。藤原是怎么念？夫基瓦拉啦。但是他会中文。架杠的台湾囡仔啦，台湾长大的，台湾长大当然会讲中文了。我们就是刚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这次来是要去看店面。对，这一个就是租车公司，我们已经筹划一段时间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好合适的店面，找了很久。那之前有几个还不错，但是后来好像也不太适合，所以今天又找到一个新的，对不对？我们到现场去看。那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说，台湾人在这边租车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了。我们问实际在地的，问藤原赏。我们台湾人如果在这边租车，会最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多？因为日本人大部分还是不会说英文，不会说英文，那其他人来租的那怎么办？最近是有比较改善，对，最近是有改善，但是还是很多日本人不会讲，所以他们都拿那种就是图卡，然后有中日有那种翻译的啦，可以对照的，对，就是翻译机啦。翻译机也有啦。对啦，用 Google 翻译那一种。对。然后我刚看到好像抓得很严抓那种白牌车抓得很严。对啊。所以如果说想便宜，然后找那种白牌司机来做那种比如说机场接送或者是类似包车服务，那建议尽量是不要。那抓到的话，我们可能会被注记，对不对？然后那个司机可能就惨了，要罚钱。对啊。所以我们还是以走合法的。那除了就是沟通上面不良以外，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日本如果闯红灯啊、违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外国人是一进就跑了就走了嘛。对啊。跑了就走了，他被警察拦下来怎么办呢？你不会讲你如果我有一个，比如说我的租车公司有办法跟警察沟通，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会帮忙啊，会帮忙嘛，就是讲中文的话是 OK 的话，这样对台湾人来讲比较方便。对，然后这种基本上日本的一般租车行就不会帮忙，就是连可能你遇到事故，完联络，通常我们客人会想说联络租车公司嘛，看之后要怎么处理。对，但是日本的租车公司就不会理你，就是要请你说，你直接联络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电话在
在手套箱里面的，这边可能有一个保险公司的，他不会弄，就是你要自己处理。就日本的分工分得很细。那你这一段做什么，那一段做什么，他们是不会去跨越的。那这就造成我们外国人的麻烦，因为我们不会讲中文，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去找谁，也不知道我们不会讲日文，然后也不知道找谁，那就会很困扰，超麻烦。而且如果是遇到那个事故是有牵扯到刑事案件的，比如说撞伤人了，哇，那就麻烦了，你是要回来开庭啊？那怎么办？哦，那但是重点是要有办法沟通啦，有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很重要，窗口，所以这就萌生了我们2个想要在这里开租车公司的这个念头，也就也讨论了很久，也找了一些股东，然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弄好。那我们第1年是不是以主要的车款会用哪些车款？7人座，可能8人座的。7人座、8人座那就是比较多人的那一种，对，因为去玩。对，因为这么多人的话，你租车才会有那个经济效益出来。那个日本交通费其实很贵。不止交通费贵，过那个过路费，对啊，过路费啦，油钱也贵啦，停车费也贵啦，是不是？所以多人就一起分这样，一起 share 比较方便，比较便宜。而且常常台湾人喜欢来日本滑雪嘛，来滑雪要带设备，对，你一般轿车根本就什么都不能装不下。对啊，那日本的交通的规则跟台湾有很大，除了左右边不一样以外，有很大的差异吗？没有，就一样，所以我们来这里可以无缝接轨，拿着译本的，你看我们用，所以我们才能用译本啊，因为我们的交通规则是一样，差不多。好那我们就应该已经快到了，因为我们找的店面都是在成田机场附近，所以之后如果说你到这边，然后你跟我们预定了这个租车，我们就会载你到那个租车的场地，是不是？这是一种，另外我们就直接把车开到停车场，开到机场，跟你交车。那你怎么回去？就是开2台去，对，因为很近啊，很近，因为租这个车一定在。我之前在曼谷的苏纳万普也是这样，他就是来机场接你去牵车，就这样的走。我租过车，大致上是这样。但是就是没办法沟通这个点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是一个问题。人家曼谷那讲英文还会通，这里没办法通，哇，那真的是。而且日本最近的那个服务态度就有点不是很好就是不会讲日文的话，他们会不耐烦，就好奇怪这个消费者体验就会很差了。所以我们要提供消费者体验。对啊。到咯，新的特斯拉这个，跟我那一台，它会自己降下来对啊。哎呦，我那一台不会。新的特斯拉，有机会再来试驾看看。我们刚从那个成田机场到这边，大概10分钟内就可以到。然后选这个地方的好处就是前面有没有看到橘色那边就是有一个加油站，所以我们的货不就是车子如果没有就直接去那边加油，那边又一个轮胎行，所以这太方便，旁边有轮胎行所以修车维修还有直接有人帮你处理。然后是这一个嘛，这一家目前是空的。我们事务所在这边啦，然后我看它前面停车格有1、2、3、4、5、6，然后这边7个有10-20个停车格，10-20个停车格，你大概可以扩张到10几台车子的那个如果这个都拿掉，可以再停挤一点停挤一点，所以这个可以用很久因为我们上次去看的那个，上次那个去看好像只能停4、5台而已，7台可能我们如果第1年做的还不错，第2年要过边就又要找新的位置，紧绷7台，就是要把可能垃圾桶移掉。这不用，这我随便停。像这里这个事务所，感觉里面的范围还蛮大，未来里面也会请人嘛。我们看一下旁边有什么，旁边刚好就是一个中介公司冷气这些都已经有了，所以感觉基础的部分都做得还不错，已经都有。那这附近真的是跟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很像台湾的乡下。那我们刚就是从机场一路往这边走到这里，就是未来我们租赁公司会设在这边那就是藤原在日本设立租车公司，它的困难处有什么？困难处就是要有钱呢。对，要有钱是第一个啦，要有那个租车的许可租车许可，对啊，就是要许可要怎么样？就是去申请就可以。我们都请行政书士申请都已经申请，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准备钱就等就对了对如果你要自己去弄的话，真的是很麻烦。
自己去弄真的很麻烦的。那当然啦，你如果说人生地不熟，也不知道找谁，你要从头开始，那很困难。那因为藤原已经在这边住了10几年了，所以对于这边的一些风俗民情，还有这边的一些流程都很熟悉。在这里开物流公司。对，之前我都自己弄，真的是，现在就是交给人家去弄，专业的就交给专业的，真的是。你知道台湾人现在很多人来这里说自己要搞民宿了。对、啊，自己搞，你知道你光是洗那个棉被，你就洗死了，你们不自己弄还是交给专业的。对、啊。那我们初期预估就是会有7人座、8人座那一种商务车，CP 值比较高。然后营运计划就是第1年我们先会有几台车？5台。然后接下来如果赚钱，我们会增资。或者是就是再转投资，再买更多的车子来经营营运，对不对？那这些车子我比较好奇是，那如果到了比如说它里程数比较高，就把它当2手车卖掉吗？还是？这可以讲吗？商业机密这商业机密啊！我们之后的计划，下一个计划我们会这样子弄，再跟大家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哈。那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会把我们的这个进行的到什么阶段，我会一步一步跟大家分享。可能下一次来要去看新车，专程来看一下新车可以啊，还是这一次就可以看？对了，因为我们如果是租车公司，然后你要用中古车去营运的话，还要再申请一个中古商的资格。所以如果我要用中古车来做，反而还比较麻烦一点。对，还要申请一个中古商的资格。那我们有吗？我们有，所以我们中古车也可以。像刚刚那些去问看看来整理一下，搞不好有人喜欢这些老车，老 B 链。有一些香港的租车公司就是专门在搞跑车的。出租跑车。对，我们之后如果生意好，也可以来搞这个。对，到时候再说啦。然后基本的门槛好像至少5台车，对不对？是因为日本租车这个行业已经非常的。等于说是一个老屁股的行业，它并不是什么新事业或者是 AI。我们现在不搞 AI， 好像让人家看不起，你知道？但是我们就是要让老事业垂直，就水平整合。我们协助台湾人来做这个租赁，不然。1年700万台湾人来日本，他们要租车，其实是一个困扰。刚我在机场几乎都台湾人啊，都讲中文的，所以不止台湾人可以租啦，什么新加坡啦，然后马来西亚啦，那香港啦，中国啦，其实讲中文的都可以。然后台湾人给人家的印象就比较可靠，所以我相信这个生意应该会越来越好。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把这边这个停车场给它塞满啊。每次来我就可以来开箱不同的车子，然后3年到我们就把它旧车再把它处理掉，再换新车，一直有新车进来。我们的计划就是这样。而且3年的时候卖的那个价格还好一点，新车的部分。那刚刚有稍微讲了，你说会是7人座、8人座那种比较大台，大概是哪几台车？Toyota 的 Noah， 台湾可能没看过了哈。应该是类似，我想看看台湾有什么车子。最近台湾 MG 有出一台8人座、7人座。就是类似那种车子，但是就是更精致一点、更紧凑一点。那个车子在日本的路上到处都是。Toyota 的 Noah， 还有吗？阿法，哎呦，8人座阿法是高级车对啊。但日本一台要多少钱？500多万就有。等一下，日币500多万买到一台阿法，你知道台湾阿法一台要多少钱吗？300瓦万呢，台币都快晕倒了。1500万日币啊，还要等车嘞，所以真的有差所以太贵了吧？太贵了，所以大家来日本就是来日本开阿法就好，不要在台湾买，台湾买太贵哦。真的，它还有一台同门师兄弟叫 LM， 你知道？Lexus 的，那还贵 OK。好了，那下次如果来看，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进度到哪里，那记得。就是支持一下我们台湾人自己开的这个租车公司，好不好？那接下来要怎么订购，要怎么订，我们公司申请好，我们会再跟大家宣布。好，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哇，这里如果不知道，还真不知道怎么来。对啊，所以我们会开去机场。开去机场比较方便。对，给他们车。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mbel 的一个比例它是